在情感反应上慢半拍的叶晨，并不明白萧初然情绪崩溃的真正原因。他只觉得萧初然这么多年来承受马兰的价值观以及行事风格，可能终究会有被压垮的一天。或许刚才马兰的那番话，便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于是他将萧初然揽在怀里，无声地轻轻拍打他的后背。萧初然哭了一会儿，情绪稍微缓和了一些，擦去泪水，对叶晨说：“陪我在海边走走吧。”好，叶晨爽快答应下来，与他手挽手走到海边的沙滩，两人不疾不徐地踏浪而行，谁都没有说话，享受着这难得的二人世界。此时春晚已经接近尾声，很多客人已经从餐厅出来，回了房间。与此同时，在破青会的基地岛屿，吴飞燕一言不发地看完春晚，面带冷笑地对一旁的吴天林说：“叶家和安家自从冰释前嫌之后，动作越搞越大了，他们搞的这个长鹰汽车，真是如同我的肉中刺啊。”吴天林立刻说道：“英主，长鹰汽车目前正在发展建设阶段，要不要安排一些特工过去搞点破坏？”吴飞燕摆手道：“我明知道安家人就在华夏，派3大长老过去大概率能将其满门斩杀，但之所以没有动作，一来是因为还不知那暗中神秘敌人的深浅，二来是安启山这个老狐狸现如今正在华夏大规模投资，我若动了他，而是还是灭他满门，那破青会的末日也就到了。”吴天林问：“英主，若是不想办法做点什么？这安家与叶家如此高调，属下担心这帮人上蹿下跳扰了英主的清静。”吴飞燕不禁咬紧牙关，吴天林所说正是他心中的一根刺。他一双眼底满是肃杀，表情无比阴沉地说：“这些年，在安承熙和叶长英死后，安家、叶家一直夹着尾巴做人。我一直怀疑安承熙还活着，所以这些年没有对两家人斩尽杀绝，而是派出书生到安家打探消息。可是没想到，一连过去20年，安家人都没有任何安承熙还活着的消息。”说到这里，吴飞燕眉头紧蹙，冷声道：“换做旁人，一定觉得是自己多虑了，或者安承熙早就已经死在常胜伯手中。可我一直不敢松懈，总觉得他一定还活着，而且一定在暗中竭尽全力想要找我报仇。后来我2次想把安家灭门，就是想逼他现身，没想到他没出现，反倒是冒出一个实力极强的神秘人。现在这个棋局已经越来越复杂了。”吴天林单膝跪地，恭敬地说：“英主，倘若那安承熙迟迟不露面，那神秘人也迟迟没有线索，属下斗胆建议英主，不妨就跟他们鱼死网破。”吴飞燕反问他：“你何出此言呢？”吴天林双手抱拳高举头顶，大声说：“英主，属下知道安承熙和那林婉儿手里可能掌握着让您长生1000年的秘密，属下也斗胆说句当论死罪的话，若安承熙真耽误了英主您长生1000年，您又何须在意破青会400年基业？不如就跟他们来个鱼死网破，就算真把那些大国招惹了又如何？大不了舍弃这座基地，以英主您的实力，您想去哪，这世间谁能拦得住您？”吴飞燕看着吴天林，眼底闪过一丝惊奇。吴家人好日子过得太久，很多人都生怕自己鲁莽行事，害了整个吴家，唯独吴天林这话的意思是自己不如就拉着整个破青会下水，这一点正合自己的心意。吴飞燕早就觉得，反正自己得不到百转千回丹，寿命也就只剩几十年，自己找不到林婉儿不要紧，安承熙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安承熙若是再不现身，自己杀他全家又如何？到时候就算东西方2个大国要联手铲除破青会又如何？自己阳寿将至的时候，什么都不在乎了。若真是必死之局，死之前多杀些人也是好的。于是他便对吴天林说：“天林，开始调整吧，我最多再等安承熙3年，3年之后他若还不现身，我要让安家和叶家尽数灭门，直系成员一个不留。”
吴天林立刻高声说：“属下遵命。”大年初一，伯纳德·阿尔诺一大早便乘坐水上飞机，前往马尔代夫的首都马累，然后转乘自己的私人飞机赶回法兰西。虽说白马岛已经恢复一片宁静祥和，但外界关于白马套的讨论热度却丝毫没有减退。世界媒体都在持续不断地搞各种专题报道，甚至清楚许多专家来分析起叙利亚的局势，以及美利坚政府在这件事背后的角色。叙利亚反对派的压力一下子大得出奇，他们虽然都是泥腿子甚至恐怖分子出身，但现在情况毕竟不一样了。叛军夺取政权，他就不再是叛军，而是正规军。正规军与叛军的区别在于，正规军有了设计，就不能再随心所欲地到处打游击了，多多少少都要顾及一点自身形象，所以他们没敢继续对哈米德下手，只能对外宣称黑水公司那个马奎蓄意诬陷，他们与哈米德是亲密的战友关系，不存在联合其他人暗杀他的可能。只是这种宣称没什么用处，几乎没有人会买账。黑水公司在抛出替罪羊之后，外面虽然质疑声不降反增，但他们还是选择装起了哑巴。他们很清楚这种事情没法解释，越解释就越被人诟病。美利坚的主流媒体也对这件事闭口不谈。平日里号称言论自由的美利坚，也只是选择性自由。当触碰到某些特殊群体的时候，言论自由就成了一纸空谈。不过，欧洲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可以说是加班加点，紧锣密鼓。英法德意几国的媒体公开对黑水公司重拳出击，尤其法兰西媒体简直像过年了一样，一会抨击黑水公司，一会挖黑水公司的老底和黑料，一会又把伯纳德·埃尔诺塑造成这个世界上最英勇无畏、最有担当的亿万富翁。今日，总统要在爱丽舍宫召见伯纳德·埃尔诺，虽然召见时间是当地时间下午2点，但很多欧洲媒体上午就到了爱丽舍宫做准备，而机场更是阵仗空前。为了拍到伯纳德·埃尔诺回国的第一手资料，每一家媒体都派出一支采访队伍，在机场跑道处架起了长枪短炮，等着迎接法兰西的英雄。按照法兰西政府的计划，总理接机，总统接见，所以总理也早早来到机场，准备在机场迎接伯纳德·埃尔诺。为了让欢迎仪式尽可能的隆重，法兰西安排机场提前准备了4个远机位，这4个机位只用来停伯纳德·埃尔诺的私人飞机。所有受邀的媒体都在停机位对面等待拍摄，飞机落地后也将滑行到这里，让伯纳德·埃尔诺在万众瞩目中走下飞机。此时的伯纳德·埃尔诺还没抵达机场，但他熟悉的媒体朋友已经把现场的照片通过卫星网络传给了他。当伯纳德·埃尔诺看到现场欢迎自己的阵仗时，满头白发的他乐得合不拢嘴，他不由笑着对老婆感叹：哎呀，我被人骂了几10年的奸商，没想到现在摇身一变成英雄了。